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2月7日，星期六啊。那么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今天呢，这个视频呢，还是和大家聊一下黄金、白银、美股、比特币啊。那么如果是我的老的观众呢，也看了我上个星期发的一期视频呢，就会发现这个星期的这个黄金、白银，还有美股，还有比特币呢，基本上啊和我说的呢是99%是吻合的。就根据我的分析，那么这一周呢，我也根据我的分析呢，重仓了一个股票，就作为2026年我的这个翻倍股啊。那么最后呢，我也会告诉大家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呢，这个美股，我上周的分析啊，我就说了，我说这个美股在周一啊，或者是一周的前半部分会经历一个回调啊，但是在周末呢会就是拉起来啊，会有一个那个修复，对吧？会有一个这种温和的修复。那么事实上呢，美股呢，除了就是数字货币啊，还有人工智能啊，还有几个财报的啊，反正就是这些 AI 吧相关的啊这些东西呢，它有一个下跌啊，跌的幅度稍微大一点。其他的呢，基本上啊，其实有的还是涨的，有的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啊。当然了，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会说啊，他说我的一年，去年2025年赚的钱啊，基本都在这个星期就亏损了，就没有了啊。那么事实上，我在我之前好几期的视频，我都说啊，像什么七巨头啊，还有人工智能啊，很多东西啊，它都是被高估值了，对吧？那么现在其实只是一个回调啊，它并不是代表这个行情就永远结束了。那么我这个美股这一板块呢，我就要讲一讲啊，大家为什么会容易在这个方面亏钱啊？因为事实上我是做过一个研究的。那么如果大家就是听了我的这个分析以后呢，那么你以后就很少会在这个上面吃亏啊，你就不会在这个上面亏钱。我发现呢，就是大部分的中产啊，还有一些就是普通人嘛，都喜欢啊买这个七巨头的股票啊，或者就是听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股票啊。那么事实上呢，这些东西其实离我们很远啊，就好像你不管是马斯克啊，还是那个比如说 NVIDIA 那个黄仁勋，对吧？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七巨头的这种公司啊，你都觉得这些老板、这些公司是传奇啊，是伟大的公司。这点有没有错？这点没有错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市场中呢就充斥着，伴随着就这些伟大的公司，又催生出来很多公司啊，然后呢，概念呢是这些公司的概念，还有呢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意见领袖啊，什么 KOL 啊，什么就给你带路啊，他就给你经常会灌输这种理念，然后就你成天啊，你的脑海里面想象的就是这些非常高大上，但是却又离实际生活非常遥远的这些股票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踏空了这些伟大的公司，对吧？但是你不想再踏空后面的，所以你就会去买入那些东西，然后呢，你就会经历一个巨大的亏损啊。
那么事实上，我认识的一些或者说我看到的一些比较做股票投资成功的人呢，他们呢，重仓的很多股票呢，其实都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像 Visa、像 Master、像那个快递公司啊，什么 UPS 对吧？还有就是我之前说过的什么耐克啊这一类的，就很多人他们都是重仓这些，包括像那个苹果公司的那个老板啊，就 CEO 啊，库克，他也是重仓了这个耐克，对吧？投资耐克，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这些人自己身在这些领域，或者他们对这些东西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些行情它的下降它的这个下跌，其实就是割了很多普通人的韭菜啊。这个呢，我觉得是大家要注意的。其实我之前也说过一期视频，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选择股票，对吧？就千万不要选择你自己离得很远、完全不懂的不明白的，只是觉得这个概念很高大上，然后要上涨了，就会有一堆人出来跟你说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怎么样好。但事实上呢，那些人他只不过给你分析了一些让你听得懂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核心的本质是不是这样你不知道。所以这个很关键这个我觉得是大部分的人会在上个礼拜行情就哭天喊地觉得下跌的就是失去很多利润的原因以后一定要记住，我觉得如果是包括我自己就所有的，我觉得大家要记住这一点。那么美股呢，我呢买进的是什么股票呢？我买进的是和数字货币相关的股票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了我上周的分析我上周怎么说的？我上周说比特币现在不具备大幅下跌的可能性比特币在2026年我看好的是要到15万美元，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不怎么说比特币的，很少说，对吧？但是我偏偏上周我就说了，然后上周我还说了我做空白银，对吧？也是赚了一小票，对吧？所以就是比特币我是没有买，我买了一个比特币相关的股票那么我当时也是在想我就是到底一个是微策略，一个是 Coinbase 我那两个股票我左右衡量想了老半天我后来就在这两个股票当中选了一个那有的人肯定想就应该两个都投一点，或者说再投一个什么股，对吧？但我的操作风格不是这样的，我操作风格就是选一个重仓最多或者两个。所以呢，我这两个当中我选了一个那么这两个股票呢，我就分开讲一讲嘛，讲讲我的一些观点，对吧？大家后面也可以去看一看首先呢，就是微策略这个公司呢，它就是自己反正买比特币的，对吧？大家也都知道就关注的都知道。Coinbase 呢是一个平台，对吧？是个平台，是一个在美国股市应该来说它是合法的唯一的一个上市的监管的平台那么按道理来讲呢，这 Coinbase 的可能性更多，但是股价的波动来讲呢，微策略的波动好像看起来更厉害，对吧？就是杠杆看起来好像它根据比特币的上涨的幅度，它的杠杆好像就更强一点这个是这两个的特点那么这个比特币呢，其实我上周也说过我说
它在那个上涨之前，它会经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这个下跌是很可怕的那么这个下跌呢，其实星期四吧上周四它就发生了它是在美股收盘的以后首先周四就是这些股都跌得很厉害，然后在美股收盘以后，比特币迅速下跌了10%，一下子跌到6万然后呢又迅速的就是拉到7万就是在那个就是美股的盘后那我们这边应该是在欧洲时间的是在夜里面但是在美国的话应该就是下午4点以后吧，那个纽约的时间它这个是令人就防不胜防因为别人已经就是说那些美股开盘的时候什么不管 ETF 还是那些科技股还是那些就是和比特币相关的什么微策略Coinbase 都下跌了很多但是呢它在盘后给你突然的再是一个快速下跌，这个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模一样。那我的建仓时刻呢其实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就可以告诉大家，对吧？因为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就是我观察到了这一个问题嘛，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计划的我就知道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那很多人肯定会觉得，那如果没有到，就是行情不像你想的那样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我就不建仓嘛，是吧？我就看着就行了，对吧？所以我说平时还是要多看少动然后你去要分析行情，然后看看未来的走势跟你想的是否吻合那么很巧的是，这个走势跟我想的是完全吻合的。那么所以呢，很简单今年其实我也不用再多花时间去研究很多别的东西了，我就坚信比特币会在今年涨到15万。那么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这些股票，最少也要就是涨1倍到2倍就如果比特币达到15万的话，那么这些股票不管是微策略还是 Coinbase， 那么至少也要就涨2倍，就是在现在的价格上就200%到300是这样的，好吧？那么这个就是比特币和那个美股其实都讲完了。我再讲一讲吧，就是我为什么想突然去买这个股我也要讲一讲，因为正常情况我是不太会买这个东西的首先呢，大家也看一看就是你现在，我还是觉得像7巨头还有一些很传统那些 AI 什么那些东西的就他们就7巨头这一类的就它要再大幅的上涨，比如说你说特斯拉什么的，再涨到2-3倍是很难的。就它能在今年就算是个比较好的行情，它能翻1倍我觉得也是不错了。像现在他们都是什么，都在回调，你不管是奈飞还有什么那个特斯拉包括谷歌什么的，对吧？谷歌要继续看这个故事怎么讲下去。现在它反正是 hold 住，还没下跌，对吧？它是直接就这样子拼命往上涨，还是它也要回调再往上涨？所以那些股呢，它有可能都是在经历的一个要回调然后呢再开始上涨。但是呢，只有这个比特币这个概念就这个概念呢，大家就看到了就2025年黄金白银分涨
然后呢，这个一些科技股啊，什么 AI 的也都在涨，但是比特币它没怎么涨。其实比特币还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它就一路向下了就去年反正有很多人都认为它的上涨的幅度，对吧，会达到多少，但事实上都没有。它就是说，基本上比特币其实它没有怎么涨那么它是应该来说是有机会的就是这个相关的概念股吧，它是有机会的，在今年。它这个机会呢，就如果今年是牛市，那么它涨的就是这个速度呢会比较快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比别的股票会涨得比较快，涨得比较高，爆发力更强，对吧？因为它在之前是一个等于没有上涨的一个东西，对吧？但如果今年股票是熊市，那么其实它已经就比特币本身已经跌到6万了，其他的那些股也都已经跌得挺多了那别的股还没跌呢，就有很多股还没有下跌呢。所以是熊市的话，它也已经不是到一个很高的价位了这个就是我会突然去买这个比特币相关概念股票的逻辑我也毫无保留就告诉大家了所以今年接下来其实就看比特币能不能会涨到15万甚至更高，对吧？这是我现在的判断我们也立下一个，就像我去年说英特尔的，对吧？我说英特尔要涨多少，翻几倍好吧，那我接下来再说一说那个黄金跟白银黄金跟白银。黄金跟白银呢，我在上个星期说过了，我说它这个星期就是你做多也有机会，做空也有机会，对吧？因为它还是在一个震荡的时刻。但是我是离场了因为我全力做空以后呢，我就离场了。接下来的行情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情了，对吧？就等于是一条鱼你已经把身体吃掉了，你还要再把它尾巴也吃掉。就是说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对吧？这是我的概念，就是我觉得黄金白银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很难判断就是这个黄金白银它到底会不会再涨起来，还是它要更暴力的就更快的向下跌，对吧？说句实在的，就你要问我，我觉得下跌的概率高，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说就是你能够完美100%的预测的，对吧？你之前比如说它涨得很高的时候，它拼命涨，它总要下跌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就你上涨了以后下跌，这个到底是回调调整，还是它就开始变相了，开始一路要暴跌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人能做到100%这个也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人要当心的就接下来的黄金，要不你就是做这种超长线的你说我要以10年、5年为一个时间线的，那没问题，反正不管就可以买进去。要不就是做超短线的，是吧？就1天、2天、1个礼拜之内解决战斗的。但是你说做个1、2个月的，做个几个星期的这种就很难了就你必须要选择一条路线，然后你要设置一个比较宽幅的一个止损。这是一个我觉得黄金白银，反正就是我也有亲戚朋友吧，做黄金白银亏损的因为其实之前也有问过我意见，但是我也说了，但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它没有下跌之前，你跟人家说，人家都不相信你，人家都觉得你疯了这个黄金白银涨那么高，怎么可能下跌呢？对吧？而且尤其是手上赚到钱，又看到很多人都会这么说这个大 V 那个专家的，对吧？那些投资的人都会这样那样说，是吧？就是没有到真正的下跌这一刻，其实你说了也是没用的所以就
没有意义。就像我上个视频，我已经把这个我的一些预测和判断我都讲出来了，我都告诉了这个我的观众啊。当然，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人可能就看看就当笑话。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在于这点，人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主观的一些想法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聊到这里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啊给我一些你的看法。